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贪官死刑的话题。2天前，7月6号，江苏常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京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来的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一审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新闻出来之后立刻引起了媒体不大不小的关注。因为最近几年贪官被判死刑的新闻已经很少了多数都是死缓、终身监禁。我们统计了一下，从18大以后，这个因为职务犯罪被判死刑的中共的高级官员一共只有5位，其中有2位都是华融案的当事人，一个是赖小民，华融的董事长另外一个他的下属叫白天辉，他们2个都是在天津被判死刑的，都已经被立即执行了。第3位呢，就是呼和浩特市的经济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叫李建平，他呢一审也被判处死刑，最后也被执行了。第4位呢是山西吕梁市的副市长叫张中生，他一审被判死刑，后来2审期间因为重大立功表现，检举省领导受贿的事实后来被改判为死缓。第5位就是江苏南京经济开发区的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你想想，从18大以后，一共只有5位享受到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待遇，而且其中1位呢还被改判了，所以呢媒体都比较关注。那么接下来很多人就问了你说这些官员他这级别也不高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呢？那么有人就会发现他们的涉案金额都特别大。你就比如说赖小民受贿金额是17亿，他的下属白天辉受贿金额是11个亿，那李建平就更高了涉案金额是30个亿，其中有5.77亿预示受贿，还有这个14.37亿也就是贪污了，还有呢他是10个亿左右是挪用公款，加起来涉案金额30个亿，说打破了建国以来就政府官员涉案金额的最高纪录。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最高纪录其实也都是假的。那天津的武长顺当时据说涉案金额70个亿也没公布那他现在李建平被公布了30个亿那所以他就倒霉呗，于是吃了枪子儿张中生涉案金额呢是10个亿受贿那么这次的杨友林呢涉案金额是22.14亿。杨友林这个案子22亿他呢主要全是受贿的，所以从受贿的角度来讲他这22亿也是开创了建国以来官员受贿的记录。有人就统计发现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官员死刑现在有个标准，就涉案金额超过10个亿就有可能吃枪子儿。当然还有一个标准，有人说你看这些人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你看都是厅级干部，赖小民呢是副部级嘛，其他这几个要么是副厅级，要么是正厅级。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共产党的贪官什么情况下会被判死刑，会被吃枪子儿。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几个被判死刑的官员级别都不高嘛。那李建平正厅级嘛，这杨友林正厅级嘛，张中生副厅级嘛，那赖小民副部级，那白天辉也是正厅级嘛。就一个正厅级的官员他怎么呢就能贪污到这么多钱，受贿到这么多钱呢？这杨友林一共受贿是22亿30年的时间我给他算了一下平均每天受贿差不多是18万多块钱，大数就是20万一天进账20万你想想多疯狂是吧？他怎么做到的呢？所以这里头就特别值得分析了我看到路透社讲的一个概念挺好的，说叫接口型腐败。什么叫接口型腐败呢？你比如说这个杨友林杨友林他的发家史他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早年呢他是南京市一个叫东山发动机厂的，后来做到了厂里的厂长。1993年他调到了南京市江宁区经济开发区做管委会主任。江宁区在南京市大家都知道，那是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区然后又搞了一个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他手上有几大权利，你看土地出让，对不对？还有很多公共设施的建设，因为你搞经济开发区3通1平要搞拆迁然后还有一些税收减免，手上的权力是特别大，寻租的机会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这杨友林他不仅仅手上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同时还一官一商，他同时还是这个江宁区经济开发区一个什么市政建设公司的总经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政府官员一方面做
这个企业的领导，一方面做开发区的领导啊，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这个情况。这杨有林就特别典型。那么他呢，通过什么方式搞钱呢？一方面，他搞这个土地开发的时候，他收钱，那别人给他钱，他把这个土地给别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啊，他就通过这个市政工程的开发招标，他把这个工程啊全装到了自己的企业里。那里有个集团叫江宇集团，这江宇集团就是他一开始啊，南京市江宁区啊，那个市政工程公司嘛，就是他搞的，1993年创立的啊。后来他做了江宁区的经济开发区的主任之后呢，他不当这个公司的老板了，这公司的老板呢就换成了他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叫江浩。但江浩实际上是他的白手套啊，他就把这个工程全部搞到这个公司里头去，然后他们私下来分呢。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方式不太保险，于是就运作了一次啊，就是所谓的企业这个改制。怎么改制呢？说这个江浩集团评估了一下，说是资产呢大概有1.98亿，但是净资产多少呢？只有负的344万。那一开始第一轮评估的时候，据说他这个净资产呢有2100万，于是这个江浩呢就搞了一笔坏账。这坏账呢是2400-500万的，放进去之后，这公司的净资产不是变成负值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江浩还有这公司5-6个高管从这公司的账上就借了100万人民币，然后在体外呢成立了一家私营公司。成立了私营公司之后呢，于是又把这个江宇集团直接就给注销了。然后那家私营公司呢就把这个江宇集团所有的资产、工人、项目全部接收了。于是乎，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把整个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那么这个表面运作的是江浩，但是啊，大家都知道这背后实际上运营的人呢，就是这个杨有林。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呢？是后来因为内部分赃不均，他这里头啊，江浩是他的法人代表，但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股东叫朴树林。这朴树林呢，是那浙江传媒学院啊，这个南广的院长，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到一起去了啊，也是这家公司特别重要的股东。后来在08年的时候，江浩他们采用了一种方式，就把这朴树林给挤出去了。挤出去以后，这朴树林就不干了，他手下有一个财务叫杨海，杨海同时也是这个南广学院的一个财务处的处长啊。你想想，这本身也挺乱的啊。于是乎，他们就开始举报这杨有林。说是手上拿了17本账啊，这17本账就给中纪委举报啊，给这个南京市的纪委举报啊，说他们私分国有财产。就比如说你把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放到这个江宇集团里头去了，然后江宇集团呢拿到以后呢，就开始搞一些发票啊，然后虚列成本呢，最后然后拿现金大家就分了，所以一年分2个多亿。然后这些年说一共分了20多个亿，那都有账本啊。结果据说是南京市啊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啊。这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调查的结果是杨海被抓起来了。杨海当年呢就被这个当地的派出所给抓走了，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啊，《经济参考报》瞭望东方周刊把这件事情全部报道出来了，而且报道的这个方向就直指这个杨有林，说江浩其实就是杨有林的白手套，但是杨有林呢，一点都没受影响。那么有人就分析啊，说当年的江宁区啊，是南京市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区啊，而这个江宁开发区啊，它一年的财政收入占到江宁区的70%。那你想想，那它这个影响力就非常大呀，搞钱就比较多啊。于是乎，他可以上下其手啊。当年举报他的时候啊，说了很多非常关键的证据啊，说你比如说他把他妻子和女儿全都弄到美国去了。然后呢，都加入了美国国籍，属于典型的裸官，在国内就他一个人，然后在国内还有情妇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还有这么多账本。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这杨有林，一点都没受影响。那么杨有林呢，后来还高升啊，从江宁区的经济开发区的主任呢，上升到了南京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常务副主任，也是正经级啊。这是2012年的事情啊。然后后来当了4年之后，到2016年的时候啊，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牛首山
这个旅游开发公司的董事长，那59岁了，快退休了啊。然后1年之后他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快10年了，2026年突然宣布啊，他被抓起来了，被判刑了。那至于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后在退休多年之后被抓起来，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查来查去，确实是发现他的涉案金额非常高，一共设下了6项罪名啊，不仅有受贿罪啊，还有贪污、行贿、索贿啊，还有这个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呢，加起来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当然他2审能不能改判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就是经济开发区一官一商这个角色啊，它特别容易产生巨贪的。其实那个呼和浩特那个经济开发区的李建平啊，也差不多，他也是啊，当上了呼和浩特市的经济开发区主任之后呢，开始大肆贪污啊。他的这个30亿里头啊，受贿只有5.66亿，那么他其中有17个亿被认定为贪污，怎么贪污的呢？他呢就自己成立空壳公司，空壳公司啊不是他的名义啊，他比如说他随便找了几个人，说那几个人就说是开公交车的，说几个人抓阄，说谁抓阄谁就是董事长，那个人就是总经理啊，其实非常荒唐啊。成立这个空壳公司10几个，然后呢就把国有资产注进去，然后利用开发区的一些政策呢，就套取国有资产。10几个公司之间的钱呢，国有资金都是在转来转去的啊，所以你看，他也是一官一商。另外一个，他就是挪用政府的资金，把这个下面的这个企业都当做自己的小金库。这哥们确实胆子也很大啊，捞了钱之后干什么呢？说到境外去赌博。我估计这李建平啊，后来东窗事发，跟他赌博有关。去澳门赌博啊，一次赌金上千万人民币啊。当年马向东出事的时候，那不就是澳门赌场那个地方装了摄像头吗？被中纪委发现了吗？这不是沈阳市的那个副市长吗？这马向东吗？他怎么去赌博呢？一查把马向东给抓起来了，后来马向东也被枪毙了啊。这个李建平还不接受教育，还跑澳门去赌博，说赌博一次动辄赌金就几百万上千万人民币啊。说他捞了钱以后都做什么呢？就是搞那些黄金首饰、名画、玉器在家里头啊，然后光名酒啊，名酒他就几万瓶，然后呢说手里头有5、6本护照，他自己啊，你看他身份好几个。后来把他抓起来之后啊，一开始还很顽固啊，他不交代啊，还绝食呢。第1个月的时候一句不说，绝食了好几次。到最后1个月之后啊，心里崩溃了，就开始交代，然后最后发现涉案金额30个亿，一审被判死刑，所以是一官一商，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呢，叫接口型腐败啊，就属于政府所管的那个口子啊，它本身特别的具有寻租机会。你就比如说这吕梁的副市长叫张中生，这张中生特别典型啊，他是吕梁下面那个柳林人，他父亲呢是个裁缝啊，他早年呢他是在这个中阳县长大的，中阳县粮食局啊，他怎么发迹的呢？他家有个亲戚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山西省政府，到了省政府之后，给一个省领导做秘书，那你想想，这个不是东山捷径吗？所以呢，他就一路高升，最后做到了中阳县的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最后又升到了吕梁市的这个副专员，又做了副市长。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管什么呢？就是管煤炭。大家都知道，吕梁啊，也包括中阳啊，都是煤炭大省，包括柳林也是啊。他是怎么被查的呢？就是因为那个山西那个特别高调的那个巨富叫邢立斌，邢立斌2012年的时候嫁姑娘啊，包了3架飞机到海南，然后呢，海南那个地方啊，丽思卡尔顿、万豪还有那个希尔顿3家酒店几乎全被他包下来了，5星级酒店啊，就嫁他的女儿啊，然后请来了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和周涛，当年春晚的2位主持人到那儿去给他主持，然后什么王力宏啊，包括韩红啊，这些人都现场给他捧场啊，那场面搞得非常盛大。说一个嫁姑娘的婚礼花了7000万，那当时媒体都报道说这个煤老板不得了啊，说嫁姑娘花了7000万。据说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山西省的领导震怒，说查查这个邢立斌，结果一查，那邢立斌肯定有问题啊。
所以2014年的3月份，邢立斌呢就被带走了。他是3月份被带走的啊，5月份的时候，这张中生就被带走了。因为邢立斌呢就是柳陵人，邢立斌早年发迹的时候，最早呢又是在中阳县发迹的。他在早年的中阳县承包了一个铁厂嘛，然后从铁厂开始搞焦化厂，然后又开始收购各种各样的煤矿啊。所以说他当时啊鼎盛时期，据说他这个企业固定资产都有上百亿人民币啊。当然后来都灰飞烟灭了啊。这个邢立斌前几年也在上海都死了啊。应该是他被抓出来之后呢，就供出了这个张中生。张中生管煤炭的时期啊，正是我们国家这煤炭啊血腥发展的那10几年。那尤其是山西啊，那时候煤炭的价格啊在不断的上涨。然后呢，中国的劳动法又不是特别的完善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叫带血的煤。那个时候你想想，就是不规范的，天天就让农民工下去挖煤，然后死个人赔个10-20万块钱就拉倒了啊。后来在08年的时候啊，国家不是说要把这个煤矿都兼并在一起嘛，说小煤矿不好管，小煤矿这个矿主们呢，他呢立令智昏，也不遵守国家的法令，所以就是这个中阳县啊，当时一共有355家这个煤矿，要合并成112家，要全部变成大矿。那你想想这个寻租机会有多少啊？这就是张中生说了算。所以张中生在那个煤矿兼并的过程中间开始大肆受贿。那后来就是有关部门就查清楚了，他其中有一笔受贿直接就收了4.62亿一笔啊，另外一笔呢超过1个亿啊。所以你想想他受贿的金额最后定了10个亿啊。那就当地的煤老板讲啊，说这其实都是毛毛雨。整个中阳县最后啊，说是有40多家煤矿啊，这40多家煤矿里头，张中生控制的这个煤矿大概有80%。他怎么控制呢？就是你是兼并的过程中间，他加入权利股，也就是干股啊。那你让我照顾你，对不对？那你得给我股份，我又不需要花钱，然后你给我股份，然后给我分红。当时有人估计，这张中生的身家过100亿。那后来2013年的时候啊，张中生啊就是干差不多了，他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就回到了这个中阳县，开始想过富豪般的生活啊。他在那个中阳县啊，他建了2套别墅群，其中有一套别墅群啊，10几套房子连绵在一起啊，这加起来的长度有上百米啊。结果呢，他还没装修好呢，结果这个邢立斌不就被调查了，他就被抓走了。他最后认定的这个受贿的金额是10个亿，但我听说啊，他实际上啊，他这个最后发现的他的账上的钱呢有好几十亿。后来那个有关部门认定的时候也说他呢是有巨大的财产来历不明。他最后判刑的时候啊，一审是死刑嘛，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顶格判刑了是8年。那可见这个钱肯定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估计有关部门也不敢这个公布啊。所以当年就是那个煤老板就讲啊，说逢年过节到他们家去啊，给他送几百万都是毛毛雨啊。所以你看这个张中生啊，他之所以能够小官巨贪，就是一个副厅级干部嘛，当县委书记当时还是正处级嘛，就是因为他管煤炭，而山西的这个煤炭当时发展的又属于地方的特色啊，所以这就叫接口型腐败。接口型腐败就是你接的这一部分呢，是拥有了巨大的市场资源，可以随时变现的。像赖小民华融案啊，其实也大差不差。这赖小民呢，他华融后来之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拿到了金融牌照嘛，到香港跟那不法商人呢开始合作，说把那香港的仙股啊炒起来，炒起来之后，华融呢在高价收购，然后在这里赚钱啊，大肆收贿啊。他的收贿就更狠了啊！那后来有关部门不是讲了吗？赖小民收贿啊，就有几笔比较大，一笔是2亿，另外一笔是4亿，还有一笔是6亿。你想想，这3笔加起来就12亿啊！而且赖小民收贿呢，基本只收现金。这现金呢，他在北京不是搞了一个叫超市的地方吗？其实就是一个房子专门放赃款，都是现金的。他收完之后，在北京的大街上还溜达好几圈，看看有没有人尾随，然后就把这现金送到他那个超市里头啊。说那超市里头最后超出了2.6亿现金，还有大量的名表啊、字画啊，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什么玉器啊等等啊。他最后认定他受贿的金额是17亿。当然赖小民比较出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当时报道他的说他有上百名情妇。
他还通过一种大数据管理，都编号，然后呢跟他亲近关系比较亲的用 N 来表示啊，正值和负值。然后呢，他在广东那边有一个楼盘开发了啊，说搞了100套房子，给他那个情妇啊都分配了。然后他怎么跟这个情妇交往啊，都用这个，据说是用那个一种经济学的管理方式来搞啊。哎，当然最后那也是吃姜子了，对不对？也就是接口型腐败，就是这个小官巨贪。你别看一个人的职务啊，这个不一定特别高，就是你掌握的资源比较大，你就容易可能贪到特别多的钱。你像发改委当年那不有个处长吗？那不也是捞了几个亿吗？是吧？所以不一定你职务越高啊，你能捞的钱越多。你比如说很多团派干部啊，虽然职务比较高，但就捞，我估计也捞不了多少钱啊。那么这是我先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很多小官能捞这么多钱，能变成巨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讲一下啊，为什么最近一些年啊，我们国家这个职务犯罪的死刑啊，已经大幅减少了啊。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啊，中国对经济领域内的犯罪啊，尤其是职务领域的犯罪啊，死刑还挺多的。我看财新曾经做过统计啊，说2000年之后啊，我们国家就判处这个职务犯罪啊，这个高级官员啊，死刑的一共25个人。你看早期的胡长清，江西省的副省长，我还有印象，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啊，王志去采访他啊，他呢怎么腐败呢？他是给人写毛笔字，这个人呢琴棋书画挺有两下子的，哎，写毛笔字呢就卖钱，大家看的是副省长啊，哎，你写题一幅字，我给你3万4万的，用这种方式，他当年只认定了500多万，就给判了死刑。王志采访的时候，他痛哭流涕啊，他还以为党要给他机会呢，所以那他讲的可好了。讲完之后没几天，直接把他枪毙了。枪毙第2天，我们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就播出了那个节目叫《贪官胡长清》。还比如说那个湖南的副省长叫王怀忠，那当时咱们还做过节目啊。这王怀忠是个流氓，他当年就是想搞女人呐，他就让当地的公安局长啊去抓那小姐，这扫黄打非嘛。抓完小姐之后，把那小姐放到旅馆里头去，然后他去跟这个小姐啊去上床。他这样的好处呢，就不用花钱。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典型的一个流氓啊。他为什么被判死刑呢？后来我跟那检察官聊天啊，这个人呢被抓起来态度极其顽劣，你说一句他给你反驳10句，完全没有悔罪认罪意识，最后给毙了，被判死刑。那中间我觉得啊，这些被判的死刑官员里头，危害性比较大的是那个郑小瑜。那郑小瑜当年是国家的药监局局长嘛，在地标改国标的过程中间啊，大肆受贿啊。我们国家这些药品监管之所以特别混乱啊，很大原因就是郑小瑜造成的，所以他判死刑啊不冤。但有些人就比较冤啊，你比如说那文强，那重庆的公安局的局长，你现在看文强肯定罪不至死，那实际上就是薄熙来、王立军到了重庆之后要立威，立威怎么办？那文强不服啊，最后把文强直接给干死了，给枪毙了啊！你现在事后看，文强被判死刑肯定是比较牵强的啊。当然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他不是职务犯罪啊，他实际上是暴力犯罪。比如内蒙公安厅的厅长叫赵立平，赵立平他不是要杀自己的情妇吗？他在那个赤峰那个地方拿枪追着那个女的，逃跑的过程中打电话啊，结果呢，这赵立平一直追上他，把他打死，开着车拉到山里头粉尸，然后又掩埋，很快就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判死刑啊。还有那济南人大的常委会主任叫段义和，当年也是自己的情妇跟他闹掰了，他怎么办呢？他找了一个人把他汽车下面装着炸药，结果把他汽车炸上天了啊！这个都非常恶劣，暴力犯罪。还有河南省不有个副省长吗？叫李德斌，他自己的第2个妻子跟他吵架，他觉得不胜其烦，他惹不起，最后呢，那有一个副市长给他出主意，就是雇凶把他妻子给杀了。最后呢，这哥俩都判了死刑啊。这几个比较特殊，其他的都是职务犯罪。应该说早期这些职务犯罪啊，判死刑的比较多。那么我刚才讲了，18大以后啊就比较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国际上来讲啊，经济犯罪大家都主张啊就不判死刑，即便保留死刑的国家啊，一般来说死刑都局限于什么领域呢？就是暴力杀人，才会判死刑，就是以命偿命嘛。你杀了人嘛，那你有可能被判死刑啊。
其他的非暴力犯罪都不会被判死刑。但是我们国家呢，过去啊这个刑罚比较重，你比如说1979年以后啊，你这个贪污罪和抢劫罪你都可以判死刑啊。后来在1982年不是严打吗？一共定了22种经济行为都可以直接判死刑。你比如说信用诈骗呐、非法集资啊，就是这些伪造货币啊、走私文物啊，就这些啊，全部都可以判死刑。后来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啊，刑法有一次修订案啊，这个当时啊减了一点，还有20项经济领域内的犯罪都是死刑。比较大的变化啊，实际上是2015年。当然，在2011年也有一次啊。2011年的时候，首先取消了13项，就是经济领域内犯罪。你比如说走私文物罪，过去呢也是可以判死刑的啊，那现在都取消了。到了2015年呢，又取消了9项，就是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所以经济领域内的犯罪啊，现在破坏经济秩序方面呢，只保留了2项死刑，一项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第二个是生产销售假药罪。这2个呢，破坏经济秩序的还保留有死刑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项罪名啊，它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啊。比如说生产有毒有害食品，你有可能把人吃死嘛，对吧？所以这有可能会判死刑。那么在经济领域的犯罪，现在还保留2项，一项呢叫贩卖毒品罪，另外一项呢就贪污受贿罪。实际上，这贪污受贿罪和贩卖毒品罪啊，实际上危害性还是这个有点区别啊。这个贪污受贿罪为什么保留死刑呢？据说当时讨论的时候啊，也有人建议把贪污受贿罪直接死刑给取消了，但是因为争议比较大，因为老百姓对贪官痛恨呐。我们天天在跑外卖，都过着做牛马的生活，结果呢，那一个贪官，结果你一贪10个亿、20个亿，这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这些人都免死了，给人感觉好像官官相护，所以这贪污受贿罪的死刑呢还保留了。但是保留死刑的时候啊，死刑的门槛提高了。你比如说贪污受贿啊，过去呢它就是这么几个，说你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说情节特别严重，或者说是给国家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这3或都可以判死刑。过去啊，但是2015年的刑法第9次修订呢就改了，他把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加上这情节特别恶劣，这2个呢必须是都同时满足，再加上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的，这3项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判死刑立即执行。门槛提高了嘛，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里头啊，又加了一个条款，什么条款呢？就是因为你贪污受贿啊，被判死缓的，那么如果你2年期间没有新的犯罪，那不是改判无期徒刑吗？过去改判无期徒刑啊，可能再关个18、19年、20年啊，这个人就要出狱了，甚至更提前的都可以假释出狱啊，有的关个7、8年都出去了啊。所以这一次的刑法修订案里头就加了一条，说因为贪污受贿死缓改判无期的，这个呢不允许假释，要终身监禁。这是2015年第9次刑法修订案的时候加了一条。那么终身监禁加了一条，实际上就把过去啊，要么就直接判死刑给毙了，要么呢你判了死缓之后，要不几年假释就出去了，给人感觉这中间啊处罚啊它缺少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地段，于是就加了这个终身监禁。这是2015年的刑法第9次修订案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刑法第9次修订案之后啊，第一个享受这个待遇的就是那个白恩培。白恩培早年不是在内蒙吗？后来跑到广西去了啊，那是正部级官员啊。那么被抓的时候，全国人大还是一个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呢。他当时被抓的时候，涉案金额呢，据说是2个多亿，不到3个亿。这2个多亿不到3个亿啊，那金额也是创了啊我们的受贿官员的一个历史记录啊。过去没听说过好几个亿的呀。这白恩培呢，到了广西之后啊，他比较喜欢红木家具，他老婆喜欢那个玉石，很多人就投其所好给他送啊。他老婆家里头收的那手镯，据说装了好几屋子。最后抓他们的时候，清理的时候啊，光清理他老婆的玉镯，据说清理了10几天。你想想吧，这按照过去的标准，这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呢。所以白恩培当时就被判了死缓，同时规定将来2年之后
改判无期徒刑的时候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所以他成了第一个。然后后续的你像这个孙财政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高级官员呢，通通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就是你虽然判死缓，但同时判了你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也不得减刑。那老百姓可能觉得把他关到死嘛那这个反正倒也还是可以接受所以从2015年之后，就很少再判死刑的了。判死刑的就是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讲的，一共就这5个。李建平一个，赖小民一个，白天辉一个，再加上一个张中生一个，再加上这次的杨友林，这其中张中生后来立功会被改判为这个死缓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判死刑呢？我看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解释了首先是数额特别巨大，10亿嘛，当时记者就问了，是不是10亿为标准？他说10亿不是唯一标准，有超过10亿不一定被判死刑的。他讲的情节特别恶劣，他讲的情节恶劣的时候，讲到张中生说张中生有索贿情节，你利用这当时企业兼并嘛，说索贿了8000多万呢，其中一笔索贿就索贿了6000多万，他说索贿的情节，这个属于特别恶劣。再一个呢，就是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比如李建平当时给呼和浩特那边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非常大。所以他是30个亿，最后也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这标准呢，大致10亿现在确实是一条杠子，3、5个亿现在已经不是数额特别重大了。随着我们贪官水平的增长这个技术水平的提高3、5亿的贪官已经不能叫数额特别巨大了。10亿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线，你得上10个亿才能上到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眼，说你数额特别巨大。但是这个情节特别恶劣，弹性就比较大了。你说索贿算是情节特别恶劣在我看来，这索贿实际上情节不算特别恶劣那究竟什么是情节特别恶劣，我就不清楚了。但我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下，这5个官员被判死刑的，其中另外有一个标准，就他们都属于低级官员。赖小民最高副部级，其他全是正厅级和副厅级。因为白天辉是正厅级吗？这杨友林是正厅级吗？张中生只有副厅级李建平是正厅级大家可以看一下，像白安培什么孙财政就这些人呢，全都是正部级那还有副国级的，对不对？好几个那这些人那不判死刑，包括那武长顺都没判死刑那涉案金额就更多了为什么这些最高级的官员没判死刑？我的理解最高级的还自己人能做到正部级，那确确都是一党的自己人哪个人没有十足的人脉那人家的人脉都到哪去了？那肯定都通到政治局了，通到政治局常委了就算是对这些人处罚，那也算是自己人嘛。但是厅级干部，你想一想，他们够不到这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了不起就能够到省一级领导人，都不是自己人。这些不是自己人的人捞的钱竟然比我们自己人还多，这个呢就有点恶劣了。所以不杀不足以平官愤，民愤的咱不好说官愤就是什么呢？就官员都说我们做的正部级了，我们捞也才捞了几千万，捞了几个亿，这个厅级干部就捞了几十个亿你想想，那心里能平衡吗？那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把他杀了，满足老百姓这个心理期待共产党反腐败我们反腐败，你看杀这个贪官另外一方面也平一下这个官场里这个高级官员心理不平衡，对吧？我们辛辛苦苦做到了部级，做到了副国级，才捞多少钱呢？他们现在就捞这么多钱，杀了之后我们心里也痛快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低级官员他们同时得罪了2个群体，一个是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一天贪污18.5万呢，是吧？那这个太可怕了，杀。另外一方面是高级官员，说你看这么小的官员，这么低级的官员都能捞这么多钱，杀。所以这批人就成了我们现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杀贪官过程中间最合适的标的。你这个太低了，处级干部杀了大家也没感觉，厅级干部呢杀了大家还觉得是个高级干部，部级干部呢尽量不杀，都是自己人，弄个死缓，终身监禁，以儆效尤。你看，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要判这个死刑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标准。一个呢10亿起步，第二个呢官员级别不能太高，第三个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恶劣的情节比如说是不是
是揭发了某些人，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被告人杨有林利用担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发展顾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发展顾问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2014年至2016年，杨有林利用担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财政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2005年至2023年，杨有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00万余元。2001年至2002年，杨有林利用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先后2次挪用该局下辖国有公司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他人从事经营活动。2003年至2009年，杨有林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安排土地拆迁建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规退返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万元。2023年，杨有林通过向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出借资金的